嘿，大家好，我是曼大。今天我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说是藏在我们房贷里面的小秘密，要怎么用一些财商知识来改善我们每个月的现金流。这可不是什么很复杂的理论哦，这完完全全是我自己亲身实战过的经验。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好，首先我们来看看你是不是也觉得，每个月那个房贷账单一来，那个压力就跟着来了。真的，我们先来聊聊这个，可以说是很多屋主共同的痛点就是那个很沉重的月付金。很多人呢，在缴了好几年房贷之后，心里一定都会冒出一个问号，就是奇怪了，我欠银行的钱明明就变少了啊，那为什么每个月要缴的钱还是一模一样，1块钱都没少嘞？好，我们就来把它拆解一下，看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OK， 是这样子的，你每个月缴出去的那一笔钱它其实是分成2个部分的，其中一部分是用来付给银行这个月的利息，那另外一部分呢，才是真正拿来还你的本金。也就是说，是真正会让你贷款总额减少的那一部分。那这里就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咯。你看哦，在你整个贷款期间，虽然你每个月缴的钱都一样多，可是它里面的成分其实一直在悄悄地改变。怎么说呢？就是一开始你缴的钱大部分都是在付利息，可是呢，随着时间过去，你还本金的比例就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好，那了解了这个最基本的原理之后，我们就要进入重点了。我们来看看这个观念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把它变成一个超级强大的理财策略。那接下来我就直接用我自己最近的亲身经验来跟大家做个案例分享。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就是我当时的状况。我有一笔20年期的房贷，每个月固定就是要缴37000多块。那缴了4年之后，你看，虽然欠的钱变少了，没错，但是我每个月的支出还是一模一样，而且重点是后面还有整整16年都要继续这样子缴下去。那事情的转捩点在哪里呢？就是我在申请另外一笔贷款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现在的条件居然可以申请到30年期的房贷。这个时候我脑中就叮一声，突然想到，不对啊，既然我现在可以拿到30年的合约，那我这笔旧的为什么不能把它延长呢？所以关键点就来了，你可能以为很复杂，但整个过程真的出乎我意料的简单。一切就从一通电话开始，我就直接打给银行的房贷专员问说，我可不可以申请展延？那因为我刚好才通过银行的另一个审核嘛，所以条件都符合，很顺利就通过了。好，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我们直接来看数字，让数字说话，看看这一个超级简单的改变到底带来了多惊人的影响。OK， 我们先看改变前，当时我的贷款还剩下16年，每个月，注意是每个月要从我口袋掏出去的现金就是37421块。接着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我把剩下的16年跟银行谈延长到26年。你看贷款总额不变，利率也一模一样，但是注意看月付金发生了多么戏剧性的变化。你看这张图是不是一目了然？左右一比，我欠银行的钱1块都没少，但是我每个月现金流的压力，那个感觉真的是天差地远。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每个月我的手上是立刻多出了将近12000块的现金可以运用，就不只是省钱这是直接增加了我的现金流。当然啦，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中间有个取舍，就是你把还款年限拉长，你一辈子要付的总利息一定是比较多的。但是对我来说，用这个代价去换取眼前的现金流弹性，我认为完全值得。所以你看，这个看起来很简单的动作，其实它解锁了一个比单纯省钱还要重要好几倍的观念。它让我们有机会去重新思考负债跟现金流之间的关系。那这也是我今天真正想谈的核心。我常说一句话啦，就是投资跟经营公司本质上很像，
都需要比气场。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在金融世界里面，就像你开公司一样，你能不能活得久、待得久，比什么都重要。那要怎么让你的气够长？关键就在于你的现金流。一般我们讲到现金流，大部分的人脑袋里想到的就是两种。第一种就是工作收入嘛，薪水啊，事业利润啊。第二种就是股息，像是投资的收益、房租收入等等。可是大家常常忽略了第三种，而这第三种，我跟你说，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它反而是累积财富最强大的一个引擎。那这第三种是什么？就是借贷现金流。这个概念的核心其实很简单哦，就是把你的贷款从一个你觉得很死板、很沉重的负担，把它变成一个可以灵活调整的工具。它的目的就是要去优化你整个人的财务健康状况。所以你看哦，这就是最关键的地方。今天有2个人，他们可能欠银行一模一样多的钱，但是那个懂得怎么样去管理、去调整、去建构这个债务的人，他的现金流状况跟另一个人比起来，真的会是天差地远。所以希望今天这个分享可以让你也开始去思考一下，除了房贷之外，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还有没有哪些金融工具其实也是可以被优化的哦？你一定要记住，财务要成长，关键真的不只是去赚更多的钱，更重要的是要怎么样去更聪明地管理你手上已经有的资源。如果喜欢我们分享的投资理财相关知识，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分享的宝贵知识与内容了。未完待续，我们下期见。